一个杀人犯被文学界争相追捧，获得假释的机会，走出了监狱，最终因为人们的宽容，酿成了更大的悲剧。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名叫杰克·亨利·阿伯特。杰克1944年出生于密歇根州的一个美国陆军基地，他出生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中，父亲是一名美国士兵，也是有名的酒鬼。一次随军旅行时，遇到了他从事特殊职业的母亲。这对夫妇并没有像传统家庭那样一起抚养孩子。杰克年幼时辗转于多个寄养家庭，在他12岁的时候，就因为一连串的盗窃行为被送进了犹他州的少年拘留所。他在那里一直待到了18岁。彼时的杰克虽然已经成年，但他没有工作，也没有自己的家可以回归。于是他再次走上了犯罪道路。他闯入了当地的一家服装店，偷走了几张支票，并且自己伪造支票试图兑现。很快他被警方逮捕，那是1963年，他因为伪造罪被判入狱5年。服刑期间，杰克犯下了更加严重的罪行，他杀害了一名叫克里斯蒂森的犯人。关于他杀人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死者在监狱中性侵男罪犯，所以被杰克杀害。另一种说法是，杰克之所以杀人，是因为克里斯蒂森告诉警卫杰克的牢房里有违禁品。而杰克在自己的畅销书中也讲述了杀人的原因，那就是在监狱里杀死一个人可以得到其他犯人的尊重。当然，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任何涉案人员的证实。杰克也必须面对谋杀带来的惩罚，他的刑期被增加至20年，但是杰克并没有改过自新。1973年，他成功越狱，并来到了科罗拉多州。他没有选择低调的逃亡，相反，他在丹佛持枪抢劫了一家银行。自由的时光享受不到1个月，他又进了监狱。20年没服完的刑期，再加上这次越狱抢劫的19年，几乎可以预见他的未来将会在监狱中度过。但是杰克不认为这是适合自己的地方，他想出了一个可以离开监狱的办法。杰克开始疯狂地读书，像所有热爱文学的青年一样，他写信给一些颇有名望的作家，杰西·科辛斯基和罗曼·梅勒都是他的写信对象。梅勒当时正在写《刽子手之歌》书中杀人犯的部分，杰克的信件得到了梅勒的关注，信中描述的监狱生活对梅勒的创作大有帮助，二人也开始了长期的通信。1980年，《纽约时报》还节选了信件其中的一部分出版。在梅勒的大力推荐下，杰克在纽约文学界名声鹊起，很多大作家争相夸赞这个来自监狱的年轻作家。他的写作才华很快就引起了主编的注意，他向狱中的杰克预付了12500美元，请他写书，这也促成了阿伯特第一本书的出版。该书讲述杰克的监狱生活，大谈当时的监狱制度。这本书在当时非常畅销，而且该书至今仍在售卖。杰克看准这个时机，他开始申请假释，但监狱管理并不同意。从杰克的日常行为和精神状态来看，他们认为杰克很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，是一个危险的人物。但此时的杰克风头正盛，梅勒公开支持杰克假释，还承诺将要聘请杰克做自己的助理。没过多久，杰克前往纽约的临时住所接受观察。这段时间，杰克过得风光无限，他成了纽约文艺界的宠儿，还上了《早安美国》这档节目，参加了很多名流聚会。人们似乎对这个有过抢劫和谋杀罪行的年轻人无比宽容，只要8个月内不出状况，他的假释申请就能成功通过。许多人呼吁阻止杰克被假释，尽管如此，他还是获得了自由。梅勒给了杰克出版社秘书的工作，他在梅勒的房子里与出版界的明星们比肩，这本是他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，但是他执意要和自己的好运作对，他更愿意住在曼哈顿上东区一个相当破败的地方，和罪犯混在一起，认识很多不同的女人。1981年7月18日的早晨，也是杰克被释放仅仅6周的时候，他和2名女性朋友在曼哈顿一家小咖啡馆用餐。期间，杰克想去洗手间，他询问一位叫理查德的服务员厕所在哪里。理查德回答，咖啡馆地方不够，没有设立顾客使用的厕所，人们通常在外面的小巷中解决。杰克对理查德的回答很不满意，他要求使用店内的厕所，但是店内的厕所为员工专用，而且要经过后厨，有潜在的危险。理查德阻止了他，并将他带到那条小巷中，让他把尿排进垃圾桶里。杰克觉得自己在女性朋友面前很没面子，于是就和理查德争论了起来。这场争论很快升级，杰克刺伤了理查德，导致他伤重不治身亡。
理查德是一名年轻的演员，他在岳父的咖啡馆里工作几个小时来弥补人手不足的问题，没想到就这样死在了杰克的手里。此时的杰克正在逃亡，他乘坐公共汽车横穿美国，期间他给梅勒打过电话，但是没有联系上。接着他来到边境，贿赂了一名官员，成功的到达了危地马拉，但他在那里只待了几天的时间，由于卫生条件差，他疲惫不堪，又生了病，最终他决定返回美国，来到路易斯安那州。他认为在那里的油田工作很安全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很快杰克就被逮捕。他请了著名的律师伊万·费舍尔为自己辩护，最终谋杀罪被撤销，杰克被指控犯有较轻的过失杀人罪，仅被判处15年监禁。杰克认为，如果写一本书能让他走出监狱，那么再写一本书或许也可以让他获得自由。于是他又写作并出版了另一本书，不过这本书并没有成为畅销书，也没能让他走出监狱。2001年6月，他出现在假释委员会面前，假释委员会基于他的犯罪历史和缺乏悔意的态度，拒绝提前释放杰克。2002年2月10日，杰克被发现死在了牢房里，他用床单和鞋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并留下了一封遗书。这封遗书从未发表过，他的自杀原因也成了一个谜。